马克思主义简介政治经济学2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由劳动价值论出发，推导出剩余价值论，解释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分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再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上期影片介绍了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次将话题再深入一些，介绍资本主义必须无休止扩张的原因，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主流的经济学共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对消费者有用，或者是消费者有需求，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上的，都称为使用价值。2，可以买卖，称为交换价值。如果使用货币作为中介交换，就表现为价格。3，由劳动产生，也就是价值。劳动时间越长，价值就越高。举个例子，小达在水井里喝了一口水，获得了使用价值。他把水消毒、装瓶和搬运，这些劳动使得瓶装水有了价值。他再拿2瓶水和小德换了一块面包，水就有了交换价值。假设小达平均每天可以制作20瓶水，小德每天可以制作10个面包，2瓶水的价值便等于1个面包。他们交换的时候，平均的劳动时间就会相同。交换令2人不用学习对方的技术，就可以有对方的劳动成果，达到一个幸福的均衡状态。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供求和劳动价值这2个因素决定了价格。然而，商品的价格不断的波动，价格和价值总是不能达到均衡状态。李嘉图认为，供求关系决定短期价格，而价值决定长期价格。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解释并不满意，他认为价格不能反映价值，不是劳动价值论出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问题。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将劳动价值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特定的使用价值，如制作面包或瓶装水，都需要相关的技能和知识。抽象劳动则创造价值，是撇开具体形式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的具体劳动有些复杂，有些简单，性质不同，无法比较，但他们都有耗费劳动时间这一个共通点。同时，马克思在论述抽象劳动时认为，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不同，工人把工作拖慢来做，产出的商品不会影响使用和交换的价值，自然也不会影响其价值。工人效率比别人高1倍，当然也不等于可以用半价购买。因此，商品的价值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平均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定义了抽象劳动之后，李嘉图不能解释的均衡问题才有机会得到解决，也才能讨论接下来的剩余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钱不等于资本，资本指的是可以用来投资的钱，也就是可以钱生钱的钱。投资的目的不是满足需求，而是获得利润。要获得利润，就不能等价交换，而是要找到一种可以低买高卖的商品。剩余价值论认为，利润由剩余价值产生，而工人的劳动才能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这种可以低买高卖的商品。这是因为资本家支付工资雇佣工人工作，等于购买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将劳动力变成了一种商品。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十分公平，也没有强迫劳动的情况存在。不过，剩余价值论认为，资本家付出的工资总是低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否则资本家就没有办法得到利润，这并不是等价交换。而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工人事实上不得不为资本家打工。马克思将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2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必要劳动，这个部分是工资，用来获取衣食住行等必需品，维持自己的生存，照顾家庭和养育后代。第二部分称为剩余劳动，由此创造高于工资部分的价值，称为剩余价值。理论上，剩余价值可以成为累积，让工人获得更好的生活，甚至投资将来。但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所有权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工人需要保持相对贫穷，才能乖乖待在工作岗位上。马克思给出的剩余价值公式是：剩余价值等于商品价值减不变资本再减可变资本。其中不变资本指的是机器、厂房和原料等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改变自己价值量的生产资料，由过去的劳动产生，所以称为死的劳动。可变资本指的是工人的工资，可变的意思在于生产的过程中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可以增值。资本家看重的正是这超出自己原本价值的部分。由于是当下的劳动，也称为活的劳动，能够产生新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或者利润。机器等死的劳动本身不会带来价值，只有工人使用机器的时候才会产生价值。同样道理，资本、土地、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没有劳动也都不会存在价值，故此都是不变资本。举个例子，假设商品的价值是80元，机器、原料和租金等不变资本是40元，工人工资是20元，剩余价值就是20元。对于工人来说，每天工作8小时，获得20元工资，其中4小时的工作能够创造的价值是20元，之后4小时创造出来的20元就是剩余价值。要获得剩余价值有2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但不增加报酬，例如没有加班费的加班，或者要求工人将工作带回家继续完成等等。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是不增加劳动时间，但增加劳动的强度，例如使用机器提升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等等。用机器提升生产效率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手段，但没有资本家会因为使用机器而减少劳动时间。相反，因为机器的大量使用，工人熟练度的意义大大降低，大量低薪、低技术的工人会取代有技术的工人。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剥削有2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工人来说，劳动没有合理的报酬，越努力工作产生的剩余价值自然越高，但剩余价值只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工人的收入总是比生产的价值少，导致社会的购买力总是低于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其次，对资本家来说，资本主义高度竞争，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放慢脚步，都可能被淘汰，促使资本家只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资本家的利润不断增加，不可能通过资本家的个人消费重新回流市场，只能进行过度的投资以适应竞争，导致投资经常是不理性的，有很高的投机盲目性。马克思观察到，在19世纪以前，要造房子是先付款后建屋，但到了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变成资本家先建造大量的房屋，然后推出市场售卖。可见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资本家必须抢在需求之前就要做出供应，因此经常都有卖不出去的存货，经常都有失败的投资。这2方面的原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到消费不足的危机，价格自然不可能稳定，也无法和价值保持均衡状态。马克思希望价格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价值，而西方经济学家则干脆放弃价值，只讨论供求关系带来的价格。其实，马克思并不反对市场，他认为市场可以分辨有效劳动和无效劳动。以价值为基础的市场可以优胜劣汰，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他反对的只是生产资料的私有。马克思也同意供求关系会带来商品价格的波动，只是他认为商品价格大致上都会围绕一个区间波动，
这个区间就是劳动价值。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高度概括化的，总能找到反例，不能完美解释一切，却不代表没有意义。大海都会有潮涨潮落，不代表海平面这个抽象概念没有意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贫富差距、周期性经济波动依然很有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原创性最高的两大学说，也是争议最多的部分。第一种观点认为，投资失败的风险由资本家来承担，工人没有风险。但现实中，工人也需要面对失业的风险，资本家却可以通过破产保护等各种方法来降低风险。最后，失败的投资更可能由政府用人民的税收来填补损失。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进而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需要给这种企业家累积大量的财富，创造试错的空间。但这样就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严苛了，排除了富二代和没有创新能力的资本家。一旦停止创新，开始享受收成期，也就不能再称为企业家。诚然，企业家提出概念、整合资源、参与管理是复杂劳动，给予这种劳动相应的报酬合情合理。只是企业家个人的劳动报酬总是远远不如剥削剩余价值所赚取的利润。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于150多年前，和我们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马克思的时代，机器生产导致工人的议价能力降低。到了现在，自动化生产、无人商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普及，虽然还是不变资本，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界限已经受到冲击。机器越来越不依赖人的操作。我们不妨将问题推到极致，如果资本家全部使用机器生产，不雇佣工人，那么谁来消费生产出来的商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这或许在将来一段时间越来越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希望你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鼓励我们继续创作，谢谢。